Hello， 大家，我回来了。虽然大家也不知道我出去了，这是我跟谢老师我们两个回国，然后去川渝地区旅行了大概8、9天的样子。然后呢，我整个过程当中最大的变化应该是我黑了。没有当以前，我其实是非常不爱出门的那种人，所以我好像从小到大几乎没有过晒黑的困扰。因为我对成都那边的那个天气啊、气候没有一个正确的预估，我人已经进入这边的那个冬天了，我就失去了概念。因为我想着说5月份能有多晒，然后回去了以后真的是哇好晒，每天都在后悔，我说为什么我没有带什么防晒的衣服啊干嘛的。然后所以就是我回来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给自己搞了一些防晒的衣服。现实教育了我搜了一下，然后蕉下这个牌子是做防晒做得非常好的一个牌子，然后我就上去找了一波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就是4季都能搭的。第一件我就选了一个这个户外防晒衣，它是 UPF50+的，然后又防紫外线，然后防泼水，就很轻薄，而且非常好收纳，完全可以把它卷成一个坨坨，然后塞进自己的包里啊。这种衣服就比较适合像我平时带当出去玩，公园啊，就是哪怕就是去爬山啊什么之类的，可以有自己的穿搭。拍完照片了以后就把防晒衣穿上，机动性非常强。我觉得可能相比那种就比较贴身啊或者紧身一些的款式，这种宽松一点的更好看。它是那种很透气的材质，而且头部也可以保护得很好，还有这种透气孔，还有面罩。你要再戴个墨镜的话，就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露出来，突然赶上下雨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防风也防水，就是全方位的保护，体贴又周到。然后呢，是一条这个凉感喇叭裤。现在好像喇叭裤的这个风又回来了嘛。这个裤子我试了一下，就特别的显身材，而穿上以后真的就是非常的冰凉。如果我去成都之前已经买好收到的话，就非常的完美，可惜准备没有做够。然后它也是那种就是 UPF50+的，它是这种就是那个高腰然后又高弹，所以特别的修饰自己的体型。如果就有的女生想要拉腿的话，底下搭一双可能底儿稍微厚一点的，比如说运动鞋啊、匡威啊、什么老爹鞋啊之类的，就可以把你的腿拉得很长很长。它后腰是这种双层面料的，就隔汗，然后也不会显汗渍，基本上就可以把你的汗都吸掉。然后它后边也有口袋，就是像装什么手机啊什么之类的也是可以的，不会说让你没有地方塞东西。这颜色也还挺好看的，这种炭灰色。然后呢，就是我身上这一身，我现在可以穿的这个套头衫，我选了一个宝蓝色的，我觉得宝蓝色的比较显白吧，因为就是确实能够看出来还是挺显白的。然后它是这种拉链式的，可以长得比较大，然后也可以把这个领子整个竖起来，是一个比较酷的感觉。在家穿也很舒服，长度啊各方面都很好，袖子也比较宽，但是这有收口。我在家会时常的在干活啊、收拾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我喜欢这个袖子是随时可以拉起来，这样就是一个很干练的状态。然后就是我腿上这一条保暖鲨鱼裤，这个还真的是挺保暖的。你看我现在这边20多度的状态嘛，可能早上10几度，但是我穿这一身其实保暖度就很够了。我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颜色森林绿还是抹茶绿，我觉得这个绿色挺好看的，对我来说也不算是那种突兀的颜色，也是很修饰身材那一种，然后整体穿上来就很舒服。它里面是绒绒的，确实是有暖感的那种质地，就跟这个夏凉裤的那个肤感和触感的完全不一样，设计还是挺精细的。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帽子，那我这回选了3顶帽，我觉得就是一眼就抓住我的。首先是这个草帽，它是什么拉菲草黑胶防晒帽，它是均码的嘛，然后就是后面有松紧，可以调整大小，它是很有那种叫慢悠悠的那种户外风情，戴在头上也比较好搭配。然后就有些人不是喜欢打网球啊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也挺适合的，很度假风情，穿那种 polo 衫，然后再穿一条小短裤，搭配这个就特别好看。然后或者是长裙啊什么之类的也很好搭配。然后呢，是我戴上去以后最能箍住我脑袋的，因为我感觉我脑袋好像没有那么能戴住帽子，它会滑。这顶帽子我觉得就是很适用于日常的各种场景，就出去溜达一下，买个东西啊什么之类的，随便就戴上了。户外不管要干什么，它都很透气，不会污你的脸，而它帽檐够大，其实已经可以把你的脸部基本上都遮起来了。那它这种发箍款的遮阳帽很好调整戴的高低啊什么之类的，而且就是真的箍的还挺牢固的，这儿还软软的，不会有那种勒脑袋的感觉。我刚刚戴着这么甩呀，它就是不太会甩掉，应该是很抗风，然后又不遮视线的那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属于保护程度最高的灯罩款，它基本上遮的面积已经非常大了，大帽檐的这种空顶帽，这种相较于前2个的话可能更显脸小，就因为它包裹的非常严嘛，就是按照它这个遮光的角度来说，脖子也遮住了。它里边是这种黑胶全遮光的，属于就是抗光老的那种，就是个大
遮得全，然后比较有女明星一样那种神秘感。这些就是我为接下来可能要出去或者是下一个夏天做的一些准备。然后这个激情草率且迅猛的购物分享的环节，先跟你们说我买的就是我觉得说比较重要的东西，是一些装饰画，因为在这边买画真的太贵了，不是说真正的那个，像我家里有几幅是真的画家的原画，还是挺贵的。而且就是喜欢的也不容易碰到嘛。但国内的话买这些就很便宜，我买了大概有10几幅的样子。像这种方形的，我其实有想买那种更小一点的，它没有特别小的，最小是40×40，也挺大的。等你全部去配上画框啊什么之类的，就可以再计划怎么把它们分配在家里的墙面和地面。其实国内就很好，它网上他们都有给你装裱好，就很好看，很方便。但这边的话，画框一起买过来的话就没法带过来嘛，然后又要海运的话什么就很麻烦，就是耗时很长久，所以我就选择了在这边配画框。还在等那个我在这边买的几幅尺寸相对来说大一点，配了画框的，他从墨尔本寄过来，现在已经大半个月了，我还没有收到。然后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我就挪到那边去。我等了很久的灯啊，终于到了。就我在 EA 和 EN 之间做了一些纠结，最后选择了 EN， 就是这个有点歪头的，比较特别一些吧。家里都是很规整的那种形状，所以也会我们的灯可能稍微2、3盏点缀一下，会蛮好看的。吸着的火其实不太适合我呀，还是很美的。关上了，这个一个人根本就没法操作。我跟我婆婆2个人倒了半天，底下真的很难拼，但还是很美的。我希望它够结实，或者我希望当当和我的小猫咪不要捅它。然后这个是22N，这2个搭配在一起，摆在一起也挺好看的。终于按好了，我1倍的汗，1几倍的汗，但还是很满意的。脚咱们指纹不抓可以吗？感觉湿鼻子也会把它捅破。多多夹。买了一堆花里胡哨的东西，然后这些其实是一部分。4件套我已经有一半已经在洗衣房开始洗起来了，这些是我还没有扯开的。买了一些不同店的，但是这个叫什么 Urban Living 是吧？这个牌子是我感受了一下，质感比较好的，颜色也是跟那个它网页上的图没有什么色差，所以我还比较满意。然后买了一套睡衣 FICC， 但其实说实话，现在不是我这边的季节，但是就是看到觉得很好看，就买了一套。如果过些天还能热起来的话，还能穿一波。还有就是买了一堆手机壳，我是前一阵换的手机嘛，然后但是这边的手机壳都很丑，就在这边的那个拼夕夕上面买了几个手机壳，因为感觉会快一点寄过来。买了2、3个，但是其实质感不是很好，只有这一个就是还在用。它是只有这一个有花的壳，那底下是镜子，然后这个是我单买的一个这个气垫，然后我试一下其他的。现在就很喜欢这种亮眼的颜色，绿色条纹啊，蓝色的格子，还有这个粉色和那个红色拼接的，还有这个正红的，这一些气垫。这个红色，你感觉？但是我觉得红配红其实蛮好看的。单用这一个红色的壳也很好看，这个红还挺正的，就是略带一点点暗红的感觉，然后质感也挺好的。哎呀，国内买手机壳真的很幸福，又便宜，然后选择又极多无比。这个粉色也很好看，追着拍照。这个蓝色的也很漂亮，蓝色格子的，然后这个格子可以配这个皮果，对吧？这个绿色条纹的，它其实是绿色和浅蓝色、天蓝色，这个好像是可以跟这个搭配。还有这个小恐龙，我觉得这个小恐龙很配，是不是很可爱？然后是刚刚买了一小青蛙，我其实根本就想不起来这个东西。然后是那天我们3个人去商场，然后看到有个店里卖那种塑料的，做的很差劲，就又没有那个童年那个感觉，而且还卖的很贵，所以我想说，哎，刚好虎爸还在国内，可以迅猛的买一个。
就每个孩子都需要经历过一个这个东西。然后还买2本书，我现在实话是有点纠结，要给他看英文的还是中文的。我们在家是跟他进行纯中文的对话，因为我身边的孩子比较大的朋友们都建议是说没有必要跟孩子说英文，因为等他们一旦进入幼儿园，他就会迅速的失去中文的语言环境，很快就开始不愿意说中文，所以就是家长还是要尽力跟他说。但是在这边能买到的儿童的书也都是英文的，然后有的那个童书我是会用中文给他讲，但是自己就发散的不够，我本来就不是很会讲故事的那种人，所以我想说现在要不开始买一些那个中文的书，这样的话可能对我们来说容易一些。前一阵在网上看到有人推荐这2本，就尤其是什么我的身体很重要这本。当当现在是1岁半嘛，我们是计划到他2岁过一些以后再去上托儿所。他现在给他讲这些东西，他真的未必听得懂，但是就是可以开始给他灌输起来。我觉得小孩子自我保护啊，还有性别认知啊，这种意识还是挺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喜欢我自己，这个还蛮可爱的，比较有针对性，就是让他爱自己，要自信。然后这个表，因为我家里一直都没有挂钟，最近我就想说可以有一个挂钟，但是这个我还没有想好是挂在客厅还是挂在当当的房间，都挺适合的，就还挺可爱的。这个挺适合摆在当当房间的，他房子里准备挂的画啊什么东西的，可能会跟这个颜色有一些调和啊什么之类的，到时候先看。我还买了一个画猫毛的东西，在网上乱刷就会买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好像对这个沙发没有什么用。虽然说花园很喜欢站在这个位置，可能布艺沙发会比较用得上，或者说毛积的比较厚。然后是买了一个这种量当当脚尺寸的这么一个东西。这边的鞋店里面的鞋，说实话挺多都没那么好看，而且每次去鞋店的时候都家长很多，然后就在那排队，就是很着急。而且有的时候会想要从国内买鞋嘛，选择空间更大，包括可以买到代购的那种鞋，但是鞋码要自己量清楚。之前我买的时候就比较抓瞎，就让它踩在纸上，我给画了以后再量的，但是它就很不老实，就没有办法。所以我想说买的这个还是挺有用的。然后还有2个这么个玩意儿，其实我们一直有让他自己洗手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就是因为孩子胳膊没有那么长嘛，个子没有那么高，就他即便就站在凳子上，他手也很难伸到龙头的位置，所以这种东西就很必要，又便宜又方便，就买了2个。我这边放一个，然后我妈那边拿一个。然后还买了几双这种地板袜。我其实不强迫孩子穿袜子，因为我自己从小到大我就不穿袜子，我超讨厌穿袜子，只有出门要穿鞋的时候需要搭配，或者是需要舒适的时候才会穿袜子。所以当当不穿袜子我也不强迫他，但是就是他好像没有那么抗拒，所以就给他买一些在地板上可以穿的这种小袜子。家里还有几双嘛，所以是冬天大概一个冬天够了。这2种应该没有什么区别，单纯就是款式不太一样。但是就是它的这个松紧是比较合理的，没有那么会勒他的腿，而且冬天的这个版本就比较厚一些。然后还有一堆当当的衣服，这个是大概前几个月天还热的时候已经寄到那边了，但是就是一直等我婆婆，现在已经有点过季了。但是因为当当不是已经开始学游泳了吗？之前我就有给他买这个 Riley and Crew 的泳衣。穿了以后就觉得我挺喜欢的，质感呀，还有松紧程度、方便程度我都挺喜欢的，挺满意的，所以就添置了几套，有点牛奶巧克力色，还有这一套我很喜欢，灰绿色，然后上面是这种椰树、海岛椰树这样的小花花，它都是这种分身款的，就比较方便穿脱。它是有这个防 UV 的，就是 UPF50，可以防98%的 UV 射线什么之类的。那这个就是一条可爱的小短裤，不过要等到来年了。T 恤衫、短裤，接又是一套 T 恤衫，米色系的 T 恤衫短裤，还有这个跟那个颜色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就材质不太一样，也是长袖分体的。然后还有纸巾盒，挑了半天，因为我不喜欢那种就是太硬的，也不好带过来。然后就挑了这个红色的，我觉得这个红色很好看，而且这一家刚好有大号的，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边的餐巾纸的尺寸普遍都是这种比较偏大一点的，国内大多数是用小1号的，大概这么大的这种纸巾，所以就是大部分的那个纸巾盒都很小，然后这个刚好有大的，我就很开心，就买了，把红色的买2个，我觉得红色好看。还有什么东西？买了2个这个玩意儿，洗衣服用的，增强、增白、增艳，就是泡泡镜。还有一个这个喷雾，我是在网上看，好像说这个去污能力特别强，这个牌子就买了2个。还有这一对这个洗护的，一个是这个 soap， 应该是沐浴露，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身体乳。我就觉得这个瓶子很好看，我刚刚打开就是这么拧开闻了一下，味道我也挺喜欢的，所以就刚好买了一对回来试一试。沐浴露是这种水质的，我预想它应该是比较容易清洗的。
就比较像那种免洗，就是那个就是起泡的洗手液一样那种感觉。那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了，拜拜。